按理说，现设之人的记忆是不会扰乱魏无羡的判断的，就算莫玄羽是断袖，也不耽搁魏无羡喜欢女人。但是，就跟身体会磨练出本能反应一样，一个人可能忘记自己学过剑，忘记所有招式，但摸到剑的时候，就是比没学过剑的强。莫玄羽喜欢男人，所以莫玄羽喜欢蓝忘机的可能性，要比喜欢女人的可能性要高。由此来看，他看到蓝忘机时会心跳加速，面红耳赤，不一定是他的原因，很有可能是这具身体有问题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莫玄羽显然是喜欢金光瑶那样的，而蓝忘机和金光瑶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如果是身体的问题，为何他在金光瑶面前就没有那些反应？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问题。再说蓝忘机这个人，他实在挑不出一点毛病。说他闷吧，言多必失，还是闷点好，这样他说一句他答一句，永远不会跟他抢话。说他酒量差吧，可他喝醉的时候挺可爱的。这下魏无羡也开始怀疑了，当年他真的喜欢过蓝忘机吗？即使那种感情不过是懵懂的、青涩的，加上少年一往无前的冲劲和没来由的好感，也是喜欢吧。所以他会记那么久那么深，想要离他远远的，却又忍不住靠近，离得近了又变得惶恐想逃跑。如果他不喜欢蓝忘机，当时何必总缠着他，又何必在乎他对自己的看法？那他们两个之间那种诡异的暧昧气氛，是因为蓝忘机发现他喜欢自己，发现他是个可悲的不被世人理解和接受的小断袖，所以心生同情，以至于原谅了他曾经的挑衅和骚扰吗？魏无羡一想，蓝湛这人多慈悲为怀，多宽宏大量啊，他还真可能做出来这事。他小声地问旁边的温宁，你真觉得我是断袖？温宁点点头。魏无羡心虚道，那我跟他睡一个被窝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温宁看着他，迟钝地啊了一声，然后结结巴巴道，不会吧，蓝公子他好像不介意，而且你们不是已经一起睡很久了吗？魏无羡辩驳道，那你就错了，他一开始可嫌弃我了，恨不得把我从床上踢下去。蓝忘机多聪明的人，他想主动接近他的小心思，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一想到蓝忘机可能早就猜到他的想法，魏无羡就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要不然他早晚得疯。他自以为看透红尘，不屑情爱，如今来看，他也不能免俗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两人同床共枕这么久，他还没在蓝忘机面前有什么不该有的反应。不过赶在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之前，他认为两人还是保持一段距离的好。当晚，两人刚在床上躺平，趁蓝忘机还没睡着，魏无羡就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那什么，蓝湛，要不咱们还是分开睡吧？蓝忘机本来是仰躺着睡的，闻言侧过身来，浅色的眸子直直地盯着他，像是要看到他心里去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当然是咱们俩睡一起不合适啊！这委屈的语气是怎么回事？他之前不是很嫌弃我蹭他床的吗？魏无羡心里腹诽了一下，没等他回答，蓝忘机说出了他心里的猜测。你要逃跑？说着抓住了他竭力后仰的上身，本来两人的脸就只有一拳的距离，这下直接缩短成1指了。魏无羡整颗心都揪了起来。不是，不是要逃跑。魏无羡把脸埋进枕头，想借此平息自己过快的心跳和呼吸。听到他不是要逃跑，蓝忘机抓着他胳膊的手改成搭在他腰上。那睡吧。魏无羡欲哭无泪的声音从枕头里传出来。我睡不着。为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。魏无羡一脸哀怨地看着旁边这个眼神无辜的始作俑者。蓝忘机的眼睛里映着他的眼睛，清澈而明亮。魏无羡试探着问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蓝忘机这次是真的困惑了。知道什么？魏无羡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。没什么。刚闭上眼睛，蓝忘机的声音又轻轻地飘了过来。刚开始我也会睡不着。魏无羡掀背而起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对视了好一阵，魏无羡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，终于撑不下去了，率先败退，挪开了视线。没事，我还以为……他的脸颊滚烫。算了，你睡吧。蓝忘机执着道。我早就知道什么。魏无羡用眼神示意了下。
蓝二公子，你看看窗外边儿，现在已经亥时了，该休息了。蓝忘机抿了抿唇，大概是怎么也没想到，有一天这个曾经触犯家规最多的人，竟然会用家规压他。魏无羡好像也想到了这一点，嗤笑道：“咱俩怎么倒过来了？不该你天天教训我吗？”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想起一件旧事。对了，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，当年求学的时候，怎么每次我一犯事，你就会马上出现？我就奇了怪了，云深不知处那么大，怎么总能被你碰到呢？莫非真是我运气差？这还真不是运气的问题。当年蓝家的巡逻是由蓝曦臣负责安排的，一般是由中品以上修士担任。他作为蓝家的二公子，一开始并不在巡逻名单里。蓝曦臣看到名单末尾蓝忘机3个字时，抬起眼帘，有些困惑地看了对面一眼，而后将名单合上。你刚出关，巡逻一事偶尔为之就好，不必勉强。蓝忘机正端坐在青案对面，神色肃然道：“不勉强。”蓝曦臣无奈笑道：“你啊。”转而又问：“听说你早上去祠堂罚跪了？”蓝忘机顿了顿，才道：“昨晚与求学子弟私自斗殴。”哦，这下蓝曦臣露出了微微诧异的表情。和谁？蓝忘机刚出关不久，蓝启仁便安排他与来求学的世家子弟一起听学。他自小便沉默寡言，也比同龄孩子更稳重懂事，恪律守己。每日除了看书练剑，鲜少对什么人什么事上心。但如今有一位同窗却令他格外头疼。来自云梦江氏的魏无羡和他身量相等，年纪也相仿，可性格却完全相反。如果说蓝忘机是世家公子楷模，那魏无羡就是天生的混世魔王，扑蝶夺狗，上房揭瓦，旷课逃学。偏偏这人脑瓜聪明，逃课带完，功课竟也没拉下。同期的一伙子弟天天为他马首是瞻，结伴在云深不知处为非作歹。出于减轻叔父负担的初衷，蓝忘机自觉地担负起监督魏无羡的责任，特别叮嘱巡逻的门生：如果发现云梦江氏大弟子违反家规，尽管叫我来就是。蓝忘机的本意是，这个人屡犯家规，必须多加看管。可这件事很快传遍整个巡逻队伍，在传回蓝忘机耳朵里时，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这是蓝二公子的特别关注对象，叫我们都留个心眼儿。蓝忘机当时还没起那方面的心思，不知道这特别关注对象特别在哪里，大概是特别烦人，特别难缠，特别爱闹吧。但很快他倒是领教了什么是留个心眼儿。蓝二公子，魏公子又逃课了。蓝二公子，魏公子他把蓝老先生的仙草给薅了。蓝二公子，魏公子在客房里烤鸡。公子，魏公子他们朝南山那边去了。南山是云深不知处的后门，那里有一条通往彩衣镇的小径，也不知魏无羡是怎么发现的。发现此道后，常常绕过巡逻门生下山吃酒。蓝忘机忍无可忍，当即合上佛经，带着碧尘往南山方向赶去。说是后门，其实就是一堵破败的矮墙，多年未修，早已爬满藤蔓，几乎和树林融为一体。蓝忘机掠上墙头，远远地看到小亭边坐着3个人，靠的靠，摊的摊，正相谈甚欢。这3个人他都认识，逃课积极分子，家规犯罪团伙。正中央叼着一根草的便是魏无羡，他笑着对旁边的2人道：“喂，你们来不来？趁着没宵禁，跟我出去打山鸡。”一旁的江澄斥道：“打什么山鸡？这里哪来的山鸡？你先去抄雅正集吧。蓝启仁让我转告你，把雅正集的上一篇抄3遍，让你好好学学什么叫天道人伦。”魏无羡吐出叼的那根草，拍拍靴子上的灰：“抄3遍，1遍我就能飞升了。我又不是蓝家人，也不打算入赘蓝家，抄他家家训干什么？不抄。”蓝忘机闻言微微皱眉，心道：“冥顽不灵。”聂怀桑忙道：“我给你抄，我给你抄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有什么求我的？”蓝忘机动作轻盈地跃下墙头。聂怀桑说到一半，忽然噤声，干咳一声，展开折扇缩到一旁。魏无羡心知有意，转眼一看，果然蓝忘机背着碧尘剑，站在一棵郁郁葱葱的古木之下，正远远望着这边。他人如玉树，一身斑驳的夜影与阳光，目光却不甚和善。
被他一盯，如坠冰窟。众人心知刚才凌空喊话喊得大声了些，怕是喧哗声把他引过来了，自觉闭嘴。